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像是电影情节，但它确实发生过。《纽约时报》今天新鲜滚热辣，刚刚出炉的独家报道。想象一下这么一个画面：漆黑的冬夜，朝鲜的海岸到处都是冰雪，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从黑色的海水里面冒出一群人，他们穿着黑色的潜水服，戴着夜视仪，手里端着枪。那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就是美国海军的海豹6队，这是一支击毙了本拉登的传奇部队。这个晚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恐怖分子，而是要去偷取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他们要偷听的是这个地球上最神秘也最难捉摸的独裁者金正恩的谈话。这次任务他们计划的非常完美，风险却非常高，因为只能够成功，不能够失败。如果成功了，可能会改变整个朝鲜半岛核僵局的走向，但是如果失败了呢？那有可能会引发人质危机，甚至是有可能跟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打一仗。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个从一开始就追求完美的计划，其实正在一步一步的滑向灾难。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的绝密的特种行动。这是一个关于精英特种部队政治豪赌跟致命误判的真实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要从2018年说起。那个时候的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正在演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大戏。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是坐过山车，一会儿呢是在核战的威胁边缘疯狂的试探，那一会儿呢又通过亲笔信互相称兄道弟，好得不得了。那2018年6月，历史性的新加坡峰会开了，全世界都觉得好像看到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的曙光。但是对于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说，和平的表面底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因为他们对于金正恩到底想要干什么，其实是一头雾水的。你想想看，河内第二次美朝峰会马上就要在2019年的2月举行了，特朗普的政府他们急需一张能够看穿对手底牌的王牌。这个时候呢，情报机构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方案，他们研发了一种全新的电子设备，只要能够成功安装，就能够直接拦截金正恩的通信，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困扰了好几届美国政府的难题。但是问题来了，谁去安装这么一个绝密的装置呢？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海豹6队的身上。他们是王牌当中的王牌，还是那个击毙了本拉登的红队。即便是对于这样一支传奇的队伍来说，这次行动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展开一下想象力，一艘核潜艇像幽灵一样潜到朝鲜的外海，然后它会放出2艘微型的潜艇，叫做海豹输送载具。这样一种潜艇它是失事的，意思就是海豹队员呢，他们要在接近冰点的海水里面泡2个小时，要靠特制的加热服跟呼吸器来维持生命，才能够到达目标的海岸。上岸以后，他们还要在完全的黑暗当中躲开到处都是的巡逻跟监控，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设备安装好，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原路返回。整个行动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万劫不复。更疯狂的是什么呢？为了保持绝对的隐蔽，这次任务必须要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底下，在几乎2眼一抹黑的状态进行，没有无人机能够在他们的头顶提供实时的高清视频，他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远在国际空域的高空侦察机跟轨道卫星，传回来的还是延迟比较久的相对模糊的这种静态图片。所以整个过程是完全保持通信静默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为了隐蔽行动而特别设计的，但是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最致命的伏笔。海豹其实对于这个计划很有信心，因为他们以前就曾经做过类似的行动，据说在2005年小布什政府的时期，他们就曾经用类似的方法成功登陆朝鲜完成自己的行动以后安全撤离了。所以到2018年秋天，当美朝高级别的会谈还在进行的时候，
特朗普就批准了任务的准备工作，海豹6队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艰苦演练。2019年初，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核潜艇载着这样一支精英小队滑进了冰冷的太平洋，向朝鲜半岛驶去。在核潜艇即将进入通信静默与世隔绝前的最后一刻，白宫终于传来了最后指令，行动开始。夜色黑得像墨一样，海面平静得让人不安。2艘微型潜艇悄无声息地滑向预定的登陆地点，传感器显示一切正常，海岸线上是一片死寂。情报部门花了几个月研究的生活模式看起来是准确的，在冬季的午夜，这样一片海域跟沙滩应该不会有任何人。但是呢，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看似不起眼的小失误开始了。第一个失误是潜艇停泊出了问题。第一艘微型潜艇它是按计划在海底停稳了，但很可惜第2艘却稍微开得有点快，超出了预定的位置，它不得不要掉头。但这样一来的话，2艘潜艇就变成是首尾相反了，这样到时候撤退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因为时间非常紧迫，他们决定让这个登陆小组先出动，然后稍后再纠正这个小问题。而第2个失误，这是一个比较要命的失误。8名海豹队员他们从这个潜艇里面出来，游向岸边，他们不断的把头探出水面，用最先进的夜视仪来扫描海滩的周围，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他们也确信自己是这片海岸唯一的活物，但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不远处的黑暗当中飘着一艘朝鲜的小船。海豹队员之所以没有能够发现它，是因为他们的夜视仪的核心技术之一是探测热信号，而船上的朝鲜人穿着被冰冷的海水浸透的湿衣服，他们的体温几乎跟海水融为了一体。这样一种情况是美军没有意料到的，美军最先进的夜视仪失效了。而第3个失误是一个致命的修正，就在岸上的行动小组展开动作的同时，微型潜艇的驾驶员决定纠正刚刚发生的停泊失误。他为了方便观察，就在驾驶舱滑门打开的状态下启动了电动机。那这个动作可能产生了2个致命的后果。首先，电动机发出的这个嗡嗡声跟这个螺旋桨搅动海水产生的尾流，有可能惊动了那样一艘没有被人发现的朝鲜小船。在漆黑的海底，从打开的驾驶舱泄露出来的仪表盘的这个微光，就像一盏幽灵的灯笼一样，泄露了他们的存在。那艘朝鲜小船开始慢慢向微型潜艇的方向移动了，船头亮起了手电筒的光，光束在漆黑的海面上来回的扫荡。船上的朝鲜人在大声说着什么。这个时候，岸上的海豹队员发现了他们，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在他们看来，那艘朝鲜船感觉几乎就在微型潜艇的正上方，但是从水底下潜艇驾驶员的角度来看，那艘船似乎离他还非常远，在安全的距离之外。但是因为通信静默嘛，所以他们两边没有办法彼此来通信来核对这个信息，没办法统一他们的判断，他们没办法确认这到底是一支正在搜寻他们的朝鲜巡逻队，还是一群对于周围这样一场高风险的特种任务一无所知的普通的渔民。正在这帮海豹突击队员都一脸懵逼的时候，突然一个朝鲜人从船上跳进了海里面，警报在每个海豹队员的脑中嗡嗡作响。任务暴露了吗？他们要被俘虏了吗？如果被俘虏，美国将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外交灾难呢？在那个瞬间，他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没有时间来请示上级，就算想请示也不可能，因为远在核潜艇上的这个任务指挥官因为无线电静默，对此一无所知，滩头阵地的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决策真空。在这个时候，
岸上海豹小组的资深士官在这样一种极度高压、信息模糊的绝境底下，不得不做出他的选择。他二话不说，默默地将步枪对准了那样一艘船，然后开了火。枪声瞬间划破了死寂的夜空，其他的海豹队员几乎是本能的同时扣动了扳机。枪声过后，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任务的最高原则不被发现已经被彻底打破。那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赶快逃离朝鲜海岸。海豹队员游到那艘朝鲜的小船边上，确认船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亡。船上没有发现枪支，没有军装，证据显示这其实就是2到3名为了生计在寒冷的冬夜冒险潜水捕捉贝类的平民。为了掩盖痕迹，海豹队员将尸体拖入水中，他们甚至用刀刺穿了他们的肺部，确保尸体能够沉到海底。他们马上向核潜艇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那艘巨大的核潜艇冒着搁浅的风险，冲进浅海的区域，接应他们死里逃生，然后全速驶向公海。行动到此结束。美国的间谍卫星侦测到该地区朝鲜的军事活动出现了急剧的异常的激增，而几周之后，在河内举行的美朝峰会如期举行，但很快也就破裂了。有传言说，金正恩在坐火车一路长途跋涉的返程路上，心情非常低落，非常郁闷，几乎失去了与美国继续沟通、继续谈判的意愿。而同年5月，朝鲜恢复了导弹试验，发射频率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这几个海岸边上无辜的朝鲜平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换来的是什么呢？到底做错了什么导致这个行动彻底失败？是真的只是连串的不幸的意外吗？让我们深入水下去看清这座冰山的全貌。整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那几个瞬间的战术失误，而是在于说它其实反映出美国国家最高决策层情报体系以及最精锐军事力量背后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这个不仅仅只是一次特种作战任务的失败，而是一场可以预见的系统性的崩溃。首先，这个行动计划是漏洞百出的。那到底怎么样会绕开层层的审核，最终到底是怎么样被送到特朗普总统的办公桌上的呢？其实答案也就藏在特朗普他本人非常独特的决策风格上。因为他的行事风格比较不那么循规蹈矩，喜欢推翻许多他认为不必要的限制，提高行政的效率，这个减少了对于敏感任务的高层审议的时间。比如说2017年特朗普上任才几天，他就批准了海豹6队在也门的一次突袭，那样一次行动跳过了大部分既定的审议程序，最终导致1名海豹队员和大约30名平民的丧生。一个健康有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系，通过强制性的跨部门协调，能够确保总统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来自于外交情报法律军方所有的警告能够被充分的讨论。但在当时的白宫，这样一种审慎的流程被当成了非常拖沓的官僚主义，决策更多的依赖于一个由少数特朗普的亲信组成的一个小圈子，所以虽然效率很高，但也容易过滤掉所有最高领导人与他们意愿不相符的一些警告。在朝鲜这个特种作战任务这么一个特定的背景底下，特朗普对于在河内峰会想要取得外交突破的政治意愿非常的强烈，这个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导因素。一个承诺能够带来制胜法宝的一个秘密军事行动，自然对于特朗普来说是非常受欢迎。所以这个时候，任何质疑本次行动的声音，有可能会被当成是对于总统宏大战略目标的一个阻挠。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行动是完全绕开了国会的监督。本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审查的机制，它的作用就是挑战跟攻击行动计划当中的一些脆弱的假设。但是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制从风险的过滤器变成了风险的放大器的时候，像朝鲜行动这样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就算他们使用的是精锐当中的精锐，用了海豹6队，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需要眼睛去现场执行这个任务。那为什么美国的情报系统从一开始就眼瞎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战术层面的问题。其实整个任务建立在一个脆弱到不堪一击的核心假设之上，就是他们假设在朝鲜登陆的那片海岸会是无人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情报误判。情报分析人员他们的确花了几个月时间，非常认真仔细，利用卫星图像研究了当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专注于寻找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些通常的一些军事类型的威胁，例如说军事的巡逻艇海岸炮雷达站等等。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在他们没有发现这些明确的军事威胁的迹象以后，他们就得出了结论说该区域是安全的。但是他们彻底忽略了另外一种威胁，为了生计在寒冷的冬夜冒险出海的贫困的平民。在长期经济困难的朝鲜，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这次情报失败本质上也是一次想象力的失败，因为一个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他又怎么可能理解穷国底层人民的挣扎，跟在寒冷的半夜去冰冷的海底去要打捞贝类的这样一种生活呢？他根本就想象不到。没有被发现威胁的证据，在这种情况底下就被错误的等同于威胁不存在的证据。而建立在这么一个脆弱假设之上的任务计划本身它也缺乏弹性，因为它就像是一台特别精密的瑞士钟表，它要求每一个齿轮都互相咬合的完美，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充满了混乱跟各种小摩擦的。当第一个小的失误，也就是微型潜艇停泊失误发生的时候，多米诺骨牌就开始倒下。为了修正第一个失误，又引发了暴露踪迹的第三个失误，而为了解决第三个失误导致的紧急的状况，他们不得不开火，那整个行动彻底失败。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初始的扰动就有可能通过连锁的反应，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整个特种作战计划在纸面上或许是非常完美，但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显得极为天真。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整件事情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海豹6队这样一支神话般的队伍，他们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公众眼中海豹6队绝对是完美的化身，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揭示了另外一面。在军中部分人看起来，海豹以设计过于大胆跟复杂的任务而最终搞砸出名。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孤立，海豹6队的首次实战亮相是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那次任务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空海陆的渗透计划，但最终却因为天气跟装备的问题，导致4名海豹队员溺亡，任务彻底失败。2010年在阿富汗营救一名英国人质的时候，一名海豹队员投掷的手榴弹意外地炸死了人质，而事后这名涉事的队员还试图向上级隐瞒真相。这样一些事件连同2017年的这个也门突袭的失败，跟2019年的这样一次失败的朝鲜行动，共同指向了一种让人感到不安的模式，就是一种对于高难度动作的路径依赖。海豹6队这样一种精英组织的文化，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克服技术跟物理上的挑战，以至于有时候会忽略掉了对于任务本身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些有效路径的追求。把一件事情搞得过于复杂之后，你可能会忽略掉其实本来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所以2019年那个冬夜，死在朝鲜冰冷海水当中的不仅仅只是几个无辜的朝鲜平民，一同被沉没的还有一个建立在非常脆弱假设之上的完美计划。这是一种对于技术跟精英部队的盲目迷信，以及一个绕过所有安全阀的鲁莽决策的过程。那这样一次行动构成了一次非常典型的战术行动产生负面战略后果的案例，而这样一次行动的首要目标填补情报盲点是彻底失败了。
特朗普在关键的河内峰会前夕，他不仅没有拿到任何他想要的底牌，他也没有获得任何战略的优势，反而可能因为这样一次拙劣的失败的这个渗透行动，彻底摧毁了本来就很脆弱的美国跟朝鲜之间的互信。而事后朝鲜军事活动的激增、河内峰会的迅速破裂，以及紧随其后前所未有的导弹试验的狂潮，后来朝鲜最终派出士兵去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来对抗西方，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可能性，就是本次秘密行动不仅没有能够阻止危机，反倒造成了加速危机爆发的催化剂。而时至今日，据估计朝鲜已经拥有了大约50枚的核弹头，它的核武库对于世界的威胁比2019年之前更加严峻。美国国防部对于本次行动进行了独立调查，但是这些发现至今仍是机密。而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之所以需要被讲述，是因为它展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在秘密战争的世界里面，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来自于敌人，而是来自于自己。当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压倒了审慎的评估，当决策流程的所有安全阀被一一拆掉的时候，再完美的作战计划也只是一场奔向悬崖边的狂欢。这个故事的细节直到今天才被揭露，这个不禁让人想，在那些至今仍然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文件柜里面，还锁着多少类似的这些故事呢？而下一次美国人还会这么幸运，仅仅只是任务失败吗？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也欢迎您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